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？某天你收到朋友的讯息，谢谢你昨天的惊喜。你看着手机一头雾水，我昨天做了什么？再一查才惊觉，昨天是对方生日。糟了，完了，忘了。我们常说记得重要的事，但记得这件事本身其实是需要练习的，而神比任何人都知道人类记忆力有限，因此他设计了一种属灵提醒系统——献祭。在民数记28章1到15节中，神重新吩咐以色列人每日、每周、每月都要献祭，作为纪念他的方式。不是因为神需要牛羊，而是因为人需要提醒。这段经文记载神吩咐摩西，要以色列人定期献上各种祭物，每一份献祭都象征着一个关系，一份纪念，一种对神的敬拜。这些祭不是随性而为，而是有节奏、有次序，是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属灵日历。就像我们在手机上设闹钟，提醒自己重要的事，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每日灵性闹钟。Lisa 是一个29岁的插画设计师，独立接案，住在一个小小但温馨的顶楼套房。她的生活一向井井有条，手机行事历密密麻麻，早餐固定吃优格加燕麦，周三固定洗床单，连咖啡粉用到剩5克都能精准预估。但只有一件事，他始终做不到，每天灵修祷告。他不是没试过，有一年初，他立下宏愿，要做一个属灵自律王者，设了闹钟，贴了便利贴，还买了3本读经笔记本。结果呢，3天打鱼，第4天睡过头，第5天干脆放弃。直到某个周六深夜，他在咖啡厅加班画稿，一位穿着休闲西装的男子在他隔壁坐下，也打开笔电开始工作。过了大约1小时，丽莎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画面，那男子关上笔电，从包包掏出一本旧圣经，静静翻阅，并低头祷告。不是在教堂，不是主日，不是聚会，而是周六晚上11点，在一间都市咖啡厅。丽莎好奇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男子笑笑回答：“每天晚上这时间是我和神的约定。”每天就算很忙，更要记得，不然很容易就把它搁在角落。Lisa 沉默，她突然想起那本空白的读经笔记本，那些半途而废的开始，那些她说过等我有空再读的借口。男子走了，桌上留下的那本有折痕的圣经，像是一记温柔的巴掌，打在他的灵魂上。隔天，他买了个全新的记事本，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：每日向神献上我今天的时间。从那天起，他没有再设什么复杂提醒，也不再强迫自己灵修要读几章。他只做一件事，每天早晨起床后，写下3件感谢的事，读一段圣经，跟神说几句话。一开始他只坚持了5分钟，1周后变成10分钟。3个月后，他发现神不再只是周日教会里的一段讲道，而是他生活中真正的朋友。有一天，一位客户问他：
你最近的画风好像更温暖，更有盼望了耶。Lisa 微笑回答，大概是我每天都在喝属灵咖啡吧。客户笑说，哪里买的？我也想来一杯。Lisa 心里想，这杯是我每天献给神，再从他那里回收的礼物。在神的眼中，献祭不是一种功德，而是关系的维系。神不怕我们忙，但怕我们忘。他要我们每日记得他，是因为他每日记得我们。他知道我们很容易被生活的声音淹没，所以才设下这些节奏，让我们不要忘了那位一直没忘记我们的神。